兰，姐，怎么了？妈生病了。什么？那快进来说。哎，你刚才说妈生病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早上我做好饭，叫妈吃饭的时候，叫了好多声，妈都没回应。我到她房间一看，妈已经倒在地上了。什么？那现在怎么样呀？妈现在在医院呢，医生说需要做手术。做手术？那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医生说需要20万，还说什么妈脑袋里面长了个肿瘤。肿瘤？那这手术得赶紧做呀。是啊，姐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，我这手里也没钱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兰兰，你放心，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我现在就给你姐夫打电话。儿子，你说说，这燕子给你打电话让你回来干嘛呢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打电话非得让我们回来。你说咱们正逛着街呢。这事弄的，走吧，回去看看。走吧，妈。燕子，你干嘛呢？妈，最忙。兰兰来了。是啊，姐夫。燕子，你给我们打电话干什么呢？我这是陪妈逛街呢。这兰兰说我妈生病住院了，现在急需用钱做手术，我想找你拿点钱。燕子，不是妈说你妈生病了，跟你们那边的人商量呀，跟尊宝说有什么用啊？妈，这兰兰要是能想到其他的办法，她也不会来找我了。我们这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尊宝，你赶紧给我拿钱呀！拿钱？拿什么钱呀？咱们家哪有钱呀？怎么会没钱呢？不是，燕子，你当咱们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啊？那钱还有用呢。尊宝，我妈她现在在医院呢，她等着钱救命呢，你不能不管她呀！你说是什么话呀？你嫁到我们家了，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老是胳膊肘往外拐呀。这你妈生病，让你妹妹去想办法呗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姐夫、阿姨，我们家那对亲戚我已经借过了，他们手里也没钱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找你们的，你们就把钱借给我吧，我妈等着钱救命呢。你们家亲戚没钱，我就有钱呀！啊！孙宝，你干什么呢？别说话！你就把钱借给我吧，以后有钱了我再还给你。兰兰说的好听，你拿什么还呀？今天你无论怎么说，我们家的钱是不会借你的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是亲戚呀。是亲戚也不行，亲你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求求你们了，我妈等着做手术呢。兰兰，行了，少在这儿装可怜。就是，你以为你跪下我就给你钱啊？啊！你少道德绑架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就算在这儿跪着，我也不会给你钱。姐夫，别叫我姐夫。儿子，他想让在这儿跪，谁让他跪吧。走，咱们回房间。行，你别叫我燕子，我告诉你，家里的钱啊，不准借给他。你不是喜欢跪吗？那行，在这跪着吧，在这跪一夜，兴许啊，我会好些，把钱借给你。儿子，走。孙宝，去看。妈，兰兰，都是姐没用。没事的，姐，这姐夫不是说了吗？我要是跪上一夜，他肯定会把钱借给我的。我没事儿，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给你姐夫求求情。兰兰，你快起来呀！你都跪了一夜了。没事的，姐，我姐夫还没出来，等他出来，他就肯定把钱借给我了。兰兰，哟，孙宝，你看兰兰都在这里跪一夜了。兰兰，行啊，还真在这里跪一夜。兰兰，你快点起来呀！你姐夫都出来了。哎，姐夫，你让我跪了一夜，我也跪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把钱借给我了？我什么时候说把钱借给你了？你昨天明明说了，我妹妹要是跪1天1夜的话，你就把钱借给她的。是啊，姐夫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？我说的是兴许。怎么，你真以为你在这跪1天1夜，我就把钱借给你啊？想什么呢？兰兰，我就告诉你，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钱借给你，现在赶快离开我家。还有你燕子，以后你们家这些穷亲戚啊，就不要再来往了啊！对
尊宝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怎么了？我就这么过分，你怎么着啊？你！行，一个李尊宝，我没想到你那么绝情。既然你不仁，你就别怪我不义。我告诉你，咱俩离婚。什么？你还敢给我提离婚？长本事了，燕子！你这成天在家又不挣钱，你离开我，你能生活吗？我就算出去乞讨，我也不跟你一起过日子了。兰兰，咱们走。行，你别后悔。这姐夫不愿意把钱借给咱们，你也要跟他离婚，他妈的病怎么办呀？兰兰，你别担心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大不了我去找我那些朋友去想想办法。走。这样了。涛涛，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，你能不能借我一些钱？我妈现在还在医院，等着钱做手术呢。燕子，你别着急，你需要多少钱啊？这我妈的手术费需要20万呢，你看你能借我多少吧？这样，燕子，但是我现在手里没这么多钱，我这里有张卡，但是里面只有10万，你先拿这个钱应应急。淘淘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你放心，这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。没事儿，你先着急你先用，这些钱啊我不着急用，等你什么时候方便了你再还给我。阿姨现在在医院等着呢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谢谢你了。没事儿。妈，你慢点。妈，来，先坐沙发上。来。妈，你还是去医院住院吧。你这回来干什么呀？儿子还住院呢，咱家哪有钱了呀？妈，这都怪我，这平时大手大脚的，把家里的钱也都花光了。现在您生病了，还需要做手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儿子，你别说了，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再说那些还有什么用呀？妈这个病，反正也看不好，就不看了。不看怎么能行呢？妈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再找亲戚朋友借点吧。儿子，这亲戚朋友，咱都借了1个辈儿了，还找谁去借呀？不借了。哎，对了，妈，那个燕子这2年，我听说她开了一家公司，肯定赚了不少钱。我去找她借钱，她肯定有钱。儿子，不行呀，前几年这他妈生病的时候，他妹妹都跪到咱们家了，咱们都没借他个钱。你说现在你去求他，他能借给咱们吗？不管借不借，我都要去试一试。再说了，事情都过这么多年了，燕子应该会借给我的。妈，你在家等着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儿子，姐，你看一下这个合同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你就签个字。好。请进。燕子，兰兰也在呀。李尊宝，你怎么来了？燕子，这真的是你的公司啊！别说，真气派啊！是又怎么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燕子，这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毕竟咱们俩之前也是夫妻呀，是不是？这夫妻一场，这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你也说了，那是之前，现在咱俩没有任何关系。说吧，来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的话可以走了。哎，有事儿。那个燕子，是这样的，我妈生病了，现在需要做手术，可是家里的钱都被我花光了，我这手里实在是没钱了，我这想找你借点钱。找我借钱？我没听错吧？李尊宝，你也有今天啊！燕子，我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？你看你现在开着大公司，肯定有钱，你就借给我点吧。你也知道你现在没有办法。当年我妈生病的时候，我妹妹找你借钱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当初可是让她跪了1天1夜呀！这当初啊，是我不懂事，是我错了。但是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就别再放在心上了。你一句不懂事儿，你就可以当年那样
我们姐妹2个呀？燕子，行了，我叫你一声姐夫，证明还把你当成一家人。如果你想找我们姐妹2个借钱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当年你可是让我跪了1夜呀，要不然你也在这跪着，兴许我们2个也会把钱借给你呢。兰兰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我跪下就有钱是吧？那行，那我跪下，我跪下还不行吗？李存宝，这有句话说：“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”你能有今天的地步，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自己在这跪着吧，兰兰，咱们走。燕子，兰兰，燕子，燕子说的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。如果当年我把钱借给他，就没这么多事儿了。